如果你半夜被抓走，没有律师，没有陪审团，证人还是临时凑的，这场审判你觉得会公正吗？今天我们走进一场史上最急件处理的宗教审判，地点大祭司家里，时间深夜，气氛火光摇曳，紧张到爆，而被告沉默。经文说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注意3件事：一、地点不是公堂，是大祭司家；二、时间是夜里；三、宗教高层已经预备好。这不像临时抓人，比较像早就排好行程。那年的大祭司是该亚法，他岳父是前任大祭司亚那，整个家族宗教权力核心。这不是单纯的审讯，是权力与真理的对撞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这句很有画面，远远的还在跟，但保持距离。他进到院子里和差役同坐，要看事情怎样，好奇心还在，勇气已经打折。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还说自己信主，但跟得远远的。经文说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注意，是寻找假见证，不是查明真相，是找材料定罪。很多人来做假见证，却找不着实据。想想看，连瞧好的证人都对不起来，这场审判的荒谬感已经拉满。终于有2个人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这是扭曲耶稣的话，他曾提到圣殿，但指的是他自己的身体，现在被解读成恐怖威胁，断章取义，比造谣还有效。大祭司急了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经文说，耶稣却不言语，沉默有时比辩护更震撼。直到大祭司用一个关键问题逼问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这是核心，不是拆毁，不是政治，是身份。耶稣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这句话引用了但以理书第7章，意思是，我不是被告，我是将来的审判者。现场空气瞬间凝结，大祭司撕裂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其实律法规定大祭司不应该随意撕裂衣服，但戏剧效果已经优先，结论很快出来，他是该死的。审判完成，接着画面更刺痛，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还蒙着他的脸说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？这是嘲讽式暴力，他们想证明他不是先知，却正在应验先知书以赛亚书早说过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。这段经文最强烈的对比是，人急着定罪，耶稣平静宣告；人用假证词，他用真身份；人撕裂衣服，他预言荣耀；人吐唾沫，他沉默承受。真正的权柄不需要吼叫。这场审判告诉我们几件事：一、当权力害怕失去地位时，会攻击真理；二、当群体决定立场后，证据只是配角；三、沉默有时比辩论更有力量。耶稣知道结果，仍然说出真理，不是为了翻盘，是为了完成使命。那一夜，宗教法庭灯火通明，真理站在中间。他们以为在审判耶稣，其实历史正在审判他们。他没有逃，没有争辩，没有退缩，他说出自己的身份，然后承受羞辱。真正的王不是在掌声中登基，而是在误解与嘲笑中
仍然忠于自己的使命。下一幕是彼得在院子里，火光还在闪，人性的考验还没结束。